张大铁现在去不成加拿大，全赖温迪。我老公2个月之前不是找到了他加拿大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，和他的对话呢牵扯出来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，所以我们最近呢就在办这个去加拿大的手续，准备见一下他的亲生父亲。我和张大铁呢作为中国公民去加拿大是要办签证，我们要办的这个叫探亲签证，需要你去探的这个加拿大亲戚给你签署一个文件做担保。我们当时趁着温迪还在的时候就把这个文件给他打出来了，让他签。温迪不是今天因为这个事儿给忘了，要不然就明天有啥事给耽误了，一直没签。他都回加拿大了，我跟大胖媳妇发现他到走都没签，大胖媳妇就给他妈打电话要现场视频看着他签，逼得温迪终于说实话了。他说我不想签，我害怕。你看我作为探亲签证的担保人，我这个担保书啊，前面倒没啥问题，我温迪啥啥啥，出生哪年哪天，住在哪个街区，工作在哪儿，这重要信息都给他列清楚了。但最后一句话是我邀请谁谁谁和谁谁谁来加拿大，并承诺在此期间，我担保对象在加拿大产生的所有消费都由我来承担，有问题全找担保人。I don't feel comfortable to 担保你和张大铁在加拿大的所有开销。你们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万一来加拿大你一咬牙买个房，你走了，我在这给你还房贷，你一咬牙全要我身上了。我同事就给人担保过出过事儿。我说温迪，你讲讲良心，你来中国探亲前我可给你签过字儿。温迪说对呀，但你也真承担我所有开销了呀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不是不签，我只是要把风险转移给我老公布莱恩。我跟他聊完了，他挣的比我多，他担保，这2天我给你办完。布莱恩好说话，说我担保，说我就银行卡里2000多刀了，牙我都没有了，你爱咋咋地。然而2天后，温迪的律师告诉他办不了，因为在法律上布莱恩跟大胖媳妇没有关系，跟我和张大铁就更没有关系，没法担保。我说啊，他俩不是继父继子的关系吗？温迪说这事儿确实我整岔。当年布莱恩跟我结婚的时候吧，Jamie 才4岁，我律师当时就跟我说，布莱恩要对我儿子进行一个正式的领养的合法手续，需要花30多刀了。我当时寻思婚都结了，他还能不养吗？我花那钱干啥呢？就没办。所以里外里呢，布莱恩和大胖媳妇只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10几年的2个邻居。温迪说，所以这个事儿咱现在想要给他办成，就只能这样了。我寻思他就赶紧签呗。温迪说，只能让布莱恩抓紧时间领养大胖媳妇。布莱恩也懵了，说行，那我就领养。我总公司老板前年跟他媳妇从亚洲领养一个小孩。抱回来的时候12斤，那家跟所有人显摆，他嘚瑟啥呀？我现在也从亚洲领养一个220斤，刚过完40岁生日，头发都白了。我白发人领白发人，白发人领白发人。然后一打听，成年以后的领养流程十分罕见，手续需要好几年。布莱恩跟大胖媳妇说，你抓点紧被我领养，别等我走了还没领着你呢，我责任感挺强，那到时候只能领着你走了。大胖媳妇也挺不解，跟我说，我本来想去加拿大认亲爹，结果还得先认后爹。你说我这个命，没有爹的时候吧，一个都没有，一来爹吧，赶一块堆来了。我2024命里犯爹。这龙年跌跌撞撞，跌跌撞撞，我就寻思，我还不想去别人家住呢，睡也睡不好，醒来就腰酸背痛，不像俺家有顾家撑腰床垫，不愧是杭州亚运会官方床垫供应商，这双重撑腰结构加倍撑腰，啥体型都能睡，天然好眠超舒服，晚上睡好了，醒来才有劲面对俺家这风风雨雨。最后温迪把字签了，签完跟我说，彩玲啊，这个事儿呢，它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流程，反正这个字儿呢，我暂且是签了，但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别出去跟人说啊。我说放心吧，我能跟别人说吗？你俩签字了，但是咱谁也不跟谁说啊。谁不跟谁说啊？大胖媳妇儿该说不说，人品确实还行。前2天有个特别难得的机会，她可以利用一个骗局获取到一个特别好的工作，但是后来因为道德和良知的底线，她还是没有那么做。她呀，前2天去面试了一份去大学的工作，然后面试的时候呢，人家一来就非常热情，不是因为她这个人才有多优秀，是对方认错人了。人家在网站一搜她的名呢，出来的是加拿大数学天才、高级教授，学术贡献连篇。但这个人呢，他不是我老公，是我老公的表舅，他俩同名同姓，是温迪他弟弟。然后面试的时候，人家问他呀，您是不是就叫杰米·穆赫兰，籍贯温哥华，毕业于西蒙弗雷泽大学？我老公都是我。对方呢就很震惊啊，真是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这个面试呢？大胖媳妇说，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人家就继续问他说，那您作为 lead professor， 作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数学家，我们都很敬仰您。那您最近在数学的领域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呢？我老公说，我的数学在加拿大首屈一指，加拿大退步挺大呀。其实呢，聊到这儿，大胖媳妇也反应过来了，聊的人不是他。说起来，他这个表舅啊，我还有很多话要说，就是他和他的表舅其实就差不到2岁，小时候还一起玩，俩人当时被测出来的智商都挺高。我老公小时候呢，还因为就挺聪明的，考试跳级跳到了他表舅的班。后来谁成想呢，他到了人大班之后跟人打架，老师把家长找来之后，温迪把人老师打了，然后又被撵回来了。也就是说俩人的基础吧旗鼓相当。但后来呢，他的表舅父母搬家了，人家去了一个很好的私立学校。大胖媳妇的父母呢也搬家了，然后就去了一个那个街区里非常不好的公立学校。那街区也没有好学校。这个不光是师资，大胖媳妇后来去那小学和中学，就是所有的学生除了学习啥都干。后来上中学的时候，他那个表舅还邀请过我老公一起去美国参加一个什么科研夏令
令营，那大胖姐很想去啊，结果人家表舅家父母直接把钱拿了。温迪跟他说没有，那你自己打工挣着钱，你自己供自己去吧。结果大胖媳妇呢，就那个暑假找到了在加拿大一泳池当救生员的工作。说来也巧，那个泳池吧是加拿大奥运冠军训练的泳池，给奥运游泳冠军当救生员。他在泳池工作了一夏天，也没沾着水呀。我老公自己还说呢，说我还寻思呢，你说如果哪天出现一个意外，我一个猛子救一个人，是不是还有可能给个奖金啥的？结果那帮人游的那叫一个稳呐，那家教练一吹口哨跟蛤蟆疯了似的。我那个班上的没有上班，只有坐班，坐了一屁股痱子，人都作废了。反正最后就是夏令营钱还没赚着，夏天悄悄过去了，俩人的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。然后这次面试被认错，大胖媳妇受了一点小刺激，就忆往昔呀。然后跟俺家1年级早打说，你爸小时候爱学习，当年要是有人像我培养你那样培养我，出来了。我说早达比你强，你看这小圆学练机，能学还能练，教材同步全都有。虽然这个屏看着有点不太花哨，但是手写墨水屏特别护眼，真就像写在纸上一样，还能 AI 批改7亿题库，智能推题，因材施练。像你如果没有能力辅导，他能拍照讲解，拍出来自己收录错题，就很省心。后来大胖媳妇就跟人戳破了，说这人呢是我舅，不是我，但是我俩呢也差不多。人家说啊，那你展开说说吧。大胖媳妇说，你看他啊，我告诉你，有些外国人不爱坐班，我虽然不爱上班，但是我爱坐班。我因为爱坐班都作废了都。另外我体育好，很全能，我可以代表学校参加各种运动会，样样都会。而且你们放心，我肯定拿亚军，我懂，我绝对会输给我该输的那个人。对方说行，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，你回去等通知吧啊，我们研究研究。大胖媳妇说啥时候给通知啊？人家说你先回去，我们研究研究啊。回家了，我说咋样，工作拿着没呀？你感觉？他把整个事儿叙述一遍，然后跟我说，所以你是什么看法？我拿着没？我说你觉得呢？人说要研究研究，他说我觉得我拿着了。我老公要去人民大学做一个演讲，在家狂背中国古诗词，那古诗词让他背的呀，我求你一定看到最后，俺家阿姨都让他气辞职了。他呢是被邀请去一个关于中西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，本来呢人家就是邀请他去参加这么个仪式，但是他领导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说很可能啊会问到你，那你就发个言讲两句，你呢重视一下，准备一下。其实人领导也知道他汉语不好，压根就不需要他说多复杂的话，但是他自己呢想表现，就是要表现他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充满好奇，乐于探索的。我这边工作呢，他来我公司找我，就非得让我帮他准备。我说那中国古典文学你得从4大名著说起吧，那4大名著都有啥呀？他说孩子有的小猴子，什么玩意儿？还有的什么？我才明白是《西游记》。我说还有啥？他说还有那个甜心找不到我，别人就是匠心。到这儿4大名著在我心里我已经彻底放弃了。我说要不然就这样，你整个讲话你用英文说，你话说完了你加2句中文，这样就能表达你的诚意了。他说那你就教我2句在这个场合非常合适的中国古诗词，我背一下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还有1天准备时间就要讲话了，所以他心里非常紧张。他越紧张他越听不清我说的啥，他在不知道啥意思。哎呀妈，给我们气的呀！莫愁前路无知己，不测前路无知己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我在上下找厕所。他还在精心准备要去参加活动的衣服，一边裁衣服一边还背词儿呢。我心里想，怎么能让他放弃呢？就别背了，就穿的立立正正去，一句话别说，是他最好的出路。你看，别管什么衣服，俺家新换的石头洗烘一体机 HEL 都不在话下，自研的分子晒烘干，先吸水后低温柔烘，烘完就可以直接穿。还有这台迷你洗衣机 M1 Peer， 内外分开洗更卫生，2台加起来只要4000加。最后我啥也不教他了，我说你就到那就别说话。他还挺难受，找俺家阿姨去了。俺家阿姨说，你要是学那古诗词，那我也不懂。但是如果你就想表现你了解中国文化，那你就跟你同事跟你领导没事唠唠属相啥的，这不是很中国文化吗？一般老外也不懂。大胖媳妇一听，对呀，就非让我家阿姨现场教他怎么开启这个聊属相的话题，他好赶紧学。但是第2天早上他要上台演讲去了，他就剩几个小时学了，越是剩几个小时他越紧张，他越紧张他越学不会。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，教了10分钟，俺家阿姨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说采人我不干了。我让你老婆看看你学的怎么样。OK。你领导属什么Maybe tiger。你可以跟他说，我属老鼠，你属虎。我是老鼠，草是虎儿。老虎，老虎。你属虎。我是老鼠，你是猴。你是虎，老虎。我是老鼠，你是猴。老虎。老虎啊！你们老板有没有问你属相？你属老鼠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你属虎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你是老虎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你属虎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你是猴，谁是狗？这谁教的会呀？我可教不了他，我可教不了他。